好了，退下吧。是。我是胡安，我要见司马大人。太胡言！你看到了，你要是再不说真话，他就是你的下场。说，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他说的没错，我们确实是为私事而来。相信现在口信已经送到了太尉府，一会儿司马大人来了，你说他会不会怪你？我要是你的话，就先弄清楚再打。我告诉你们，这里可是天子脚下，本官我什么没见过啊？拉大旗转吆喝的，本官见得多了。就凭你们二人，也敢抬出太尉大人来压我？司马大人到！下官不知司马大人驾到，有失远迎，恕罪恕罪。哎呀，胡将军，胡将军，你怎么成这样了？还不赶紧送马？这，看来是真的。哎呀，司马大人，下官着实不知，他们是给司马大人办差的呀，下官糊涂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司马大人，下官着实不知啊。哎呀，真是瞎了你的狗眼！哎呀，司马大人，下官糊涂呀！哎呀，胡将军恕罪，胡将军恕罪呀！哎呀，胡将军是小的有眼无珠，小的瞎了眼呀！司马大人，这个果然他口眼看人低。成何体统？回府再说。够东西！哎呀，胡将军，哎呀，啊，哈哈，嘿，哎呀，这个狗官一会儿跟梁柳狼狈为奸，陷害我们神针堂，一会儿又积极的去见贞节牌坊，今天被人踢了一脚，总算出了我心中一口恶气。啊，辛苦了，不客气。哎呀，打架有一份儿啊5+5等于胜利。如此张扬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来皇城找我的。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现在局势尚未明确，不要轻举妄动。为了这点破事把我弄到县衙去了，哼！还说什么为了我的私事？你干脆昭告天下，说我司马奎收贿赂算了。大人，我看没必要这么谨慎吧。依我看，咱们早已万事俱备了，再加上大人兵权在握，咱们还有什么可怕的？哼，上边那位做到什么时候，还不是看大人的心情。你当皇上是吃素的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现在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，其实私底下安排了很多耳目眼线。你只看到我站得很高，不把别人放在眼里。如今丽妃迟迟不能生养，我空有钱财权柄，我扶持谁呀？我又有何用？目前僵持的局面对我来说毫无益处，一招棋错，满盘皆输。哼！吴将军，介绍一下你的朋友吧。大人，是这样，这位朋友，在下阿奇，随便做一点珠宝生意。有什么事你说吧。家父平生有一夙愿，在晚辈看来也是件荒唐之事，但为了让家父开心，还是想努力去做一下。
敢问大人，是否知道长生不老之术？这个忙我可帮不上。我若知道，自己先找来吃了。大人，你别不相信。据我所知，这世上还真有此妙人妙法。二位可曾听说过青牛道士封衡？此人生于汉末，如今已经年过100岁。传闻他懂炼丹之法，故能长生不老。平日好骑一头青牛，行走于山水之间。这些年再无人所见，故而有传闻说他已得道成仙。其实神仙就很难让人看到，坊间传闻不可全信。梁公子，不妨说出来听听，在下感激不尽，必当以重金酬谢。真有封衡这个人？义父当真不知。封衡和皇甫谧的确有些渊源。想当年，皇甫谧的父母带他去远方淘金，后来在山中遇了险，被封衡所救。封衡与善贞是故交，之后，封衡回回华县探望，就把皇甫谧留在深真堂，之后，就成了善贞的嫡传弟子。那看来是真有其人了。就是活得久些的老道罢了。既然如此，也没什么可以问的了。胡将军，我们走吧。哎，既然如此，神仙的事情我也帮不上忙。俗话说，无功不受禄，带来的东西你们拿回去吧。哼，别！哎，好了，我胡安这个人生平最讨厌做事遮遮掩掩的，能明抢的东西我绝对不偷。二王子，你不要嫌我话多。这司马大人和梁公子是我在中原最好的朋友，这次虽然没能帮得上你，但我也不想有什么事瞒着他们。司马大人，这位是西域鲜卑族二王子拓跋奇，是我新交的好朋友。这次不远千里来，实在是有万分要紧的事情。他母亲病入膏肓，父亲身体不好，二王子为了救双亲的性命，不惜把进贡的贡品偷偷留下来，准备送给封衡仙人，求他出山。二王子，你不如把那通天玉拿出来，给二位开开眼。通天玉，就是传说中从天而降的宝玉，不是说要献给皇上做玉玺吗？没错，二王子不惜冒险把这块玉留下，就是准备献给封衡仙人，做他的镇山之宝。梁公子，如果你知道封衡仙人的下落，就请告诉我们吧。哎呀，二王子，二王子！胡安这次不白来，送了我一份大礼呀。什么大礼啊？你是说那块玉？他们不是答应要送给封衡吗？我是说，封衡仙人，你现在立刻启程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请封衡出山。为何要找封衡啊？你不是一直想入朝为官吗？这正是个大好机会。你向封衡既懂长生之法，必定医术高超，治好了皇子，你就是大功一件呐。二王子，二王子，你刚才为何不愿表明身份啊？我此次来中原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寻找封衡。再说那个司马奎野心勃勃，
我不想被他利用。哎呀，不会的，二王子，他们都是我的朋友。喂，我怎么看他们没有把你当朋友呢？你倒好，什么都跟他们说。我们现在必须尽快离开。大人，头总是。哎，娘，柳儿，你要找什么人？娘记不记得封恒？封恒？对，就是那个道士。善真做寿的时候，他还来过，住在什么山、什么河，这个孩儿记不大清楚了，回头还得问一问。娘记得，还有一片什么树林呢？时间太久了，娘也模糊了。娘要是想起来，便来告诉你。你记起来一定要告诉我啊！柳儿，你就别再闹腾了。娘怎么总感觉要出什么大事？娘能出什么大事儿啊？不就找那个老道要几个丹药罢了吗？那封恒可不是一般的道人，他能观天象，断人命。你爹不顾同门之情，和善真闹了那么多年，老天爷都发怒了。现在你和皇甫谧也较上了劲，你可知道，封恒是给他下过断言的。断言？我还就不信什么断言。哎，哼！那年，封恒带着小皇甫谧来给善真过寿。那个时候，你也刚刚满了月。你爹本想把小皇甫谧留在家中与你作伴，但封恒执意要将皇甫谧留给善真，还断下了8字真言，说福大命大，逢凶化吉。今日得我所救，他日必救万人之命。不要误了他的德行。什么意思啊？把他留在我们梁氏草春堂，就坏了他德行啊？我还就不信了。将来看一看我们俩谁造化大。娘，你放心，我爹这回不会白死。只要我能找着封恒，我就能把这个皇甫谧送上绝路。少爷，小兰，这2天我要出去一趟，给你布置个任务。本少爷要出去2天，不在的时候，把那个姑娘给我盯紧了，你一定要盯住她的行踪，不然出什么事情我拿你试问。是少爷。少爷，去吧。是。少爷，药香村那些药农又来了，说是日子不好过，求少爷把去年那些钱给他们结了。香菱她爹娘来了吗？还没来。先给我出去一趟，等回来再说。皇上，西北边境的局势越来越紧张，不能再拖了。如今蜀国刚刚灭亡，吴国在一旁虎视眈眈，这种时候边境万万不能放任不管。臣请旨率兵出征，平定内乱。臣以为不宜出兵，边境之乱向来是部落之间的争斗，无非是争抢物资、划分地盘。朝廷对此事过多干预，反倒不好。臣也赞同不出兵。边境严寒，争夺之物无非是粮食与衣物，而我朝将士不耐严寒，贸然出兵必然损耗巨大，不如直接派发些粮食和御寒之物，必能缓解争斗。好，说得好啊！朕怎么就没想到呢？全都是废话！若不是国库空虚，朕早率兵打过去了。一想起他们在边境闹腾，朕就是吃不好睡不好。你们若真有心，
就赶紧想办法筹措军饷。启禀皇上，臣愿做个表率，献10车金银，充盈我朝国库，以解皇上心忧。一旦时机成熟，臣愿带皇上出征平乱。好官呐，真是好官的表率。赏。哎，不过你的钱财比朕还多，朕得赏你什么才好呢？臣不敢贪功，为皇上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乃是做臣子的本分。只是求皇上考虑江山社稷，后继有人。如今皇上子嗣单薄，只有皇子殿下一人，臣等万分忧心呐。看来司马大人关心的还是丽妃呀。丽妃若是有喜，那还真是皆大欢喜。可惜没有神医能治好爱妃的病，那就是美中不足。司马大人如此一举，的确是忠君为民的好官。将来朕要是能够平定了边境的战乱，这功得记你一笔。王在，去把嵇康给我找来。臣遵旨。少爷，您先在这坐会儿，我给你找点吃的去。去吧。哎，高升，高升，少爷，看见前面那条小路没有？那不就是老太太说的那条小路吗？哎，少爷还真是啊！哎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啊！走，去看看。是。姨父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我就知道皇上是嫌弃我呢。凭他往日千恩万宠，有什么用？现在只是多了这么条小小的疤痕，仅凭个克子克夫的坊间传闻，皇上就不肯再亲近我了。偏偏我连半个子嗣都没有，这让我以后在宫中如何自处？明儿啊，别再伤心了。姨父给你找到了一个世外高人，能炼丹，会长生，将来治好你这2件心事，应该是不成问题。真的？只不过要过几天，人才会到。放心吧。多谢姨父。这穷乡僻壤的，你说咱能找到封衡吗？之前你怎么没这么说呀？现在开始唠叨了。你听，琴声，跟着琴声走，准没错。哎，两位，有何贵干？小哥，敢问封衡道长是否先居于此？是啊，两位，这边请。晚辈草春堂梁柳，拜见师祖。坐。你既是梁庆邦之子，想必对各种草药一定有很深的认识。晚辈受家父教导，
品尝过数百种药材，辨其味，识其性，但是在这个辨别药材的事上，和师祖比起来还是天差地远。年轻人不要过谦，过分谦虚，那可就是虚伪了。你既然尝过百草，那你尝尝我这杯茶，到底是由几味药煎熬而成？这走了一天的路，实在是口渴得很。我尝尝。川乌、百蜡云、劈木和拔尖。你一定奇怪，这几味药怎么能放到一块儿煎熬呢？师祖，这个川乌、百蜡云药性乃大热，而劈木和拔尖药性乃大寒，这两类药材，它无论如何也不能在一块儿煎熬。不知道师祖为何要把这两类药材煎成一壶茶呀？我煎这壶茶，是想告诉你，你、我，就像这茶中的药性一样，对冲。师祖，你我初逢乍见，而且未曾深交，为何说我们俩会对冲呢？早在你襁褓满月之时，我就为你断过八字。你的心性就像这杯茶一样。吃破故子，狼毒，孟子仁。虽然你是我故人之子，但是你却狼子野心，太毒，太猛。师祖，你一定是断错了我的八字，误判了我的心性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这大老远来找师祖，一定是有事相求。无论如何，还请师祖看在家父的面子上，祝晚辈一臂。少爷，哎呀，我刚才给你喝的3味草药，里头的确有毒。不过放心，要不了你的性命，最多让你腹痛如绞，狂泻3日而已。师祖啊，我绝对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奸恶小人，你为何要这样对我？年轻人，你头发甚黑，年纪尚轻，你骗不了我。不如归去吧。且慢，师祖，我已中毒，你起码该给我解药啊！你要的解药，我刚才告诉你最后一句话已经说清楚了，你好好想想吧。这个老东西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啊？少爷，他刚才说你头发太黑，年纪太小，让你不如归去。我明白了，说的一定是何首乌和当归。赶紧把这2味药给我找出来！少爷，快点儿！幸好我随身带了一些药。好了，别每次都像送我上刑场一样，行不行？就算见最后一面，也应该是笑啊。再说了，我这么英明神武，每次都能化险为夷。哎，回去吧，别影响我阳光明媚的心情。哎，回去。杨柳，江良，今日贞节牌坊落成大典，你这贞节烈妇可要坐实了，还是不后悔啊？什么贞节牌坊，不是已经停工了吗？哼，黄甫灭，你太天真了。
贞节牌坊那是皇上的旨意，谁敢违背？啊，你以为你胡乱耍些小把戏就能改变什么呀？哼！啊，那你没事儿，静儿，你不用管我，赶快进宫去，快点儿。师弟，别担心，还有我呢。你还是先照顾皇子的病，免得皇上又发怒了。那，快去吧。不送啊！县官早就知道你们平时在这儿瞎搞鬼，所以就选了皇甫谧进宫的日子来举行典礼。香莲，你就好好享受当寡妇的第一天吧。我乃在世华佗，我说的绝对没错。是是，你就听我的，回去好好的养着，到时候一定有奇效。到那个时候你再来重谢我。哎呦啊，好，走。你慌什么？过来，别乱动。记住我跟你说的啊，第一，别乱动；第二，少说话；第三，千万别乱动，少说话。那我闭嘴，装死算了。少废话。今天这件事情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你要敢给我露了马脚，别说从我这儿要银子，当心我要了你的老命。那我干不了，我不争这危险。你给我去坐下。现在走已经晚了，你以为我愿意叫你过来？看这样子，肠子都悔青了。给我老实待着。喝口水，喝口水。呀，义父来了。这位就是我父亲的多年朋友封恒。这位是我的义父司马奎大人。刚到市井，有点不大习惯，执意要回去呢。这不还是帮着劝劝？啊。久闻道长大名，这皇城之中自然不如山林间自由，但是也没有刚来就要走的道理呀，也让我尽一尽地主之谊。道长请。道长远道而来，十分辛苦，您能光临，实在是荣幸之至啊，请。义父。封恒道长是不饮酒的。哦，那道长请。好。封恒道长，你刚到市井之间，岂能被这世上的食物所污染？义父，封恒道长平时吃素，这就是他的长寿妙法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实在是抱歉。哎，来人，把这些撤掉。封恒道长，这个合你的口味，啊？这，道长请。麻烦告诉皇上，我很快回来。
道长请。不要东张西望。你现在是个道士，清心寡欲的道士。刚才教你的话都背下来没有？背下来了。第一，别乱动；第二，少说话；第三，别乱动，少说话。不是这一句。我问你，如果有人问你，皇子的病因何而起，你该如何回答？那皇子左拳紧握，发病时更甚，必是幼年受惊吓所致。有何妙法可以控制此症？即寒热交替。有什么妙法可以医治？没。这你没跟我说过呀？这个。此症凶险，容我回去仔细考虑，再做定夺。中啊！住脑子，灵活一点。娘娘，司马大人来了，有请。是。姨父来了。姨父上次跟你提起的世外高人，今天把他给请来了。太好了，小翠，快有请高人。是。人也不在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大师兄啊，为什么找遍了整个神真堂都不见香菱姐呢？师弟，不好了，香菱被抓走了啊！我就说会出事的。一生中需要隐藏多少秘密，无数个辛苦和伤痛。你们养了一个好闺女啊，很懂事，识大体。是啊，这是善真家族的福气，也是神真堂的福气啊。是啊。动情在一瞬间，曾经拥着我的肩，一生的爱无悔无怨。花开的那一刻，回忆如叶落飘飘，温暖我。香菱，我苦命的孩子。一生的情，需要多少承诺？一个传奇的。别再跪了，香菱姐。静儿，走。静儿，皇甫译，你想干什么？静儿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再磕几个头，这仪式很快就完，你快回去。不，我要带你去见皇上。哪怕今天我死，我也不要让你受这个委屈。静儿，反了，反了！皇甫译，本官早就知道是你在捣乱，我本想放你一马，没想到你如此放肆。来呀，在，给我打！是。不要啊，大人。静儿。别反抗了，你斗不过他们的，快回去吧。我不走。皇甫译，你今天要是再不回去，我是不会原谅你的。皇甫译，你太放肆了！静儿，听话，回去吧。皇甫译目无法纪，给我拿下！如若反抗，格杀勿论。是。走，快走！何必呢？出这种事儿能不被带走吗？这是以下犯上欺君之罪，说这不带走还不是？是吵的吗？
请问道长，娘娘脉象如何？娘娘脉象平稳，近日应无大灾，无大病。娘娘五行水旺金旺，缺木缺土，水旺得土，方成池沼。水能生木，木多水缩，水能克火，道长，火多水干。娘娘财运如何？财运不佳，应多节俭，方能减少意外损失。若能谨慎小心，方能晚年无忧。道长，那娘娘姻缘如何？难娶贤淑持家之妻，婚后夫妻和睦；女嫁才华温良之夫，婚后家庭美满。梁柳，你找的是什么人？义父，孩儿该死，只是这风恒道长执意不肯出山，于是我就找了个假的想回来充数。原本只想进宫胡乱诊治一下皇子，哪怕治不好，轰出去也就罢了，好歹还有皇甫谧。如果能瞒得过皇上，我们还能趁机除掉皇甫谧。你连我都敢骗，还敢叫我义父？我说怎么皇甫谧都请不动，你轻轻松松就把人请到，真是自作聪明，愚蠢至极。爹，娘，你们回去吧，我真的没事儿。好。别哭了，你这一哭啊，闺女就更难受了。走。姐姐，走吧。大人，皇子身体异常，但皇甫谧却不在宫中，因大闹贞节牌坊落成大典，已被投入大牢了。怎么诊治皇子，你都交给他了吗？义父，我已经把事情详详细细的给他交代了一遍，这回不会再有什么差错。你现在听好了，从现在开始不许胡说八道，看我的眼色行事。我能不能不去啊？不能。先生真让朕奇怪了。世人所求不过库满金银、良田万顷，或是万人敬仰，权柄在握，为何你却不为所动呢？再装下去就虚伪了。皇上许下的高官厚禄，在别人眼中也许是天大的恩赐，在我嵇康眼里，却不如一阙良辰美景，一餐美酒佳肴。旁人一生奔忙所求不得，我嵇康偏偏视如粪土。皇上既看不惯，不如放我回去。大胆嵇康，休得放肆！皇上爱才，再三给你机会，
可你知道天下有才华之人尽是，怎容得你一再放肆？司马大人觐见。参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免礼。谢皇上。司马大人，你来得正好啊。嵇康自诩名士风流，却不肯为朝廷出一份力，只强调你个人的好恶；而司马大人面临国难，却愿意把别人送给他那样珍贵的礼物捐献给国库。你二人谁更忠君、更爱国呀？